新市里弄的这种住宅的格局是有天有地的，有院子，有露台，它有老房子的这种记忆或者温度在里面。我叫王俊峰，在浙大念的是建筑学，然后又去了哈佛念的是城市设计。我太太本身也是一名建筑师，我们是本科同学。房子呢，它其实坐落在这个愚园路上，这是一条百年老路了。所处的这个居住区域叫岐山村，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营造的。像施哲存啊，包括杜仲远啊，包括像朱锡娟啊。最有意思的是钱学森钱老，他在这儿居住过。整个房子呢，在221个平方左右，分3层。现在居住有4口人，是我跟我太太，然后我们家孩子，还有我的岳母。房东是一个老太太，之前一直生活在这儿，有一种把自己的珍藏了多年的东西，然后托付给下一任屋主这样的一个心态。1楼的整个空间的一个调子，它是比较沉稳的。房东留下来的2个老物件，一个是一个柜子，然后另外一个是个钟，它是一个空间风格的一个缘起。在头顶原来的这个梁架像阵列般的这样一个展开，做了一个完整的保留。以前的地板上的这种编号也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改造的时候，在原有的梁和地板的老房子结构体系当中，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楼中楼的结构，能去满足这个现代生活抗震啊，然后隔音啊。一个大的一个落地窗，它能够完全把院子的这种景色能够带入到厅里面来，大家都愿意待在这个空间。你家小孩他天天在这沙发上就看书嘛，你还能看到这个边上小猫在墙头爬呀，然后蝴蝶在院子里面飞啊，在这种商品房很难感受到一种氛围。2楼是儿童房，最活泼最活跃的一个空间，一个蓝色的元素，有点像海洋的这种感觉。3楼这个房间呢，其实是我们重点去设计的一个房间，把这个梁架完完整整暴露出来，像一个三叉戟一样，就非常酷。上面写的那个84年嘛，这个粉笔字，这应该是这个房子2次装修的时候留下的这样的一个痕迹。84年正好是我跟我太太出生的那年。3楼呢，这个床头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堵非常斑驳的墙面，这个呢其实就是以前这个壁炉啊，它的一个烟囱的烟道的这样一个墙面，一些老的洋钉啊，还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出风口。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枕着历史在睡觉。在纽约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公寓的客厅也蛮大的，那场活动就放在我的那个客厅。后来因为当时我太太孩子回国之后，就觉得特别的寂寥，所以说就取了个名字叫寂寞客厅所以当时就是用活动其实在消解这种寂寞，是大家就是坐着躺着共同去探讨一个话题。从一个家的客厅它转变成一个城市的客厅。老房子它必须被用起来，而不是供起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房东到时候再邀请过来，既能看到这个房子焕发新的生命之后它呈现出来的样子，那同时也能够看到他以往他记忆当中的那个房子的样子，就是我觉得还挺自我感动的一个事情吧。